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楊洋零下10度雪地玩命17跳，展昭寫一戰損裝能撕掉油膩標籤嗎？深夜的橫店大雪紛飛，楊洋裹着浸透糖漿的血衣在雪地裡翻滾。當導演喊卡時，他的睫毛已結滿冰霜，這是雨霖鈴殺青特輯裡最震撼的鏡頭。紅衣被劍氣撕裂的破口處，金線刺繡的襄陽地圖若隱若現，發間白雪混着血漿凝成冰晶，把展昭的悲壯感刻進每個毛孔。武術指導透露，血漿配方調了7次，就為找到陽光下最刺眼的紅。這一幕後來被剪輯成短視頻衝上熱搜，評論區炸開鍋。韓立修先靠特效，展昭打架要命啊！3秒鏡頭裡，楊洋凌空翻3周轉體刺劍，動作乾淨的如同刀削斧劈，被網友評價為把暴力演繹成了書法。可這書法背後，是他連續17次從屋頂躍下，腰部淤青仍堅持不用替身的代價。破局之機，從軍藝武者到江湖刀客，楊洋把軍藝的芭蕾功底揉碎了重組。竹林追凶戲裡，他騰空劈斬時繃直的腳背透着古典武神韻，落地瞬間的劍花卻帶着戰場殺伐氣。劇組請來一代宗師動作團隊，將他柔韌的肢體語言改造成暴力美學，一個鷂子翻身接3連刺，劍尖震顫頻率精確到 0.3 秒。監視器後的導演拍腿叫絕，這哪是舞劍，分明是拿劍氣寫詩。雙引號。為了達到這種境界，楊洋提前半年就開始在武當學習劍法，每日清晨5公里負重跑，強化心肺功能，結合核心力量訓練支撐長鏡頭打戲的體力消耗。最嚴酷的是零下10度的低溫環境，他親自完成20米高空連續翻滾、急停俯衝等高危動作，僅保護繩索的纏繞方式就調整了10餘次，以追求動作真實性。一場從屋頂躍下的威亞戲，他反覆拍攝17次。腰部淤青照片被武術指導發上微博，這才叫江湖氣。更觸目驚心的是虎口裂傷，劍柄在無數次劈砍中磨破皮膚，傷口結痂再裂開，反覆循環。醫療記錄顯示，拍攝期間他至少處理了6次手部外傷，但從未因此缺席一場打戲。這種自虐式投入在當下的流量演員中堪稱異類。某不願具名的武術指導曾透露，如今80%的古裝劇打戲由替身完成，演員只需露臉拍攝幾個擺拍鏡頭即可。楊洋在雨霖鈴中95%打戲親自上陣的選擇，與其說是敬業，不如說是對行業潛規則的公開反叛。轉型動機：當油膩標籤成為懸頂之劍，轉型的迫切性或許要從《我的人間煙火》說起。那部劇播出後，楊洋陷入前所未有的口碑危機，豆瓣評分降至 3.6， 近26萬人打分中，1星占比 62.4%。觀眾積怨已久的演技油膩指控集中爆發，連他手插兜的動作都被解讀為刻意耍帥。諷刺的是，《我的人間煙火》收視率一度創新高，但熱度與罵聲齊飛。劇中滅火器亂噴情節遭消防官博點名批評，男主楊洋的演技更是頻繁登上負面熱搜。有評論尖銳指出，40多歲的黃曉明成功去油了，30多歲的楊洋卻陷在油膩中無法自拔。雙引號。這種輿論反噬並非孤立事件。《凡人修仙傳》雖以 17.9% 的收視率登頂雲和榜，但站內熱度不升反降，從開播創下的優酷2024年首日最高紀錄8326熱度值，到播放5天後未能扶搖直上。更微妙的是，劇宣轉向演員個人營銷，楊洋減重20斤，是濕戲一條過等話題成為主要賣點，但百度指數仍下跌12%。30而立，
對男演員來說是個微妙節點。曾經的軍藝校草光環褪去後，觀眾開始用更苛刻的標準審視演技。楊洋在接受採訪時坦言，網上的聲音不用在意，問心無愧就好。但雨霖鈴的拍攝細節透露了另一種答案，他選擇用肉身苦修來回應質疑。市場反饋、數據背後的接受度裂痕。戰損裝的出圈是現象級的，單條路透視頻登上抖音熱榜，彈幕齊刷，韓立修仙歸來變江湖硬漢。紅衣撕裂處露出帶血繃帶，握劍的手骨節凸起，這個畫面在微博轉評讚超100萬，衍生出大量二創內容。有網友將楊洋的雪地翻滾鏡頭與飆人風起大漠中吳京的墜樓鏡頭並列，配文：這才是內娛該有的樣子。但輿論場呈現明顯分化，支持方認為楊洋用身體換認可的誠意值得尊重，質疑方則指出打戲進步不等於演技全面突破。有觀眾直言，展昭需要的不只是能打，更需要展現御前四品護衛的智謀與隱忍。楊洋的文戲能否撐起角色複雜性，還需正片檢驗。雙引號，這種分化背後是更深層的行業議題，流量演員轉型是否必須經歷肉身苦修？對比吳京從戰狼到飆人的硬核路徑，張震為一代宗師苦練3年8極全並拿到全國冠軍的極端投入，楊洋的選擇似乎在與這些前輩形成某種呼應。然而吳京近日在飆人路演中感嘆培養年輕功夫明星太難，折射出整個行業的深層危機。據統計，2023年國產電影票房前10中，純粹的功夫片數量顆粒無收。更令人擔憂的是人才培養。斷層河南登封某武校的招生數據顯示，現今入學學員中，80%是中考失利的學生，與上世紀80、90年代懷揣影視夢想的學員構成截然不同。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洋的轉型嘗試被賦予了超越個人的意義。有業內人士分析，武俠劇正在成為頂流最好的轉型跳板。古偶仙俠可以靠濾鏡、靠特效、靠 CP 出圈，但武俠不行。武俠講究身段、打戲、氣場、風骨、替身、慢鏡頭，摳圖一眼就能被觀眾看穿。雙引號，肉身苦修與轉型困局。雨霖鈴的服裝團隊透露了一個細節，展昭腰間包字玉佩是用北宋官印字體微雕而成，白髮造型並非漂染，而是耗時2週手工嫁接灰白髮絲，之為呈現智謀耗盡後的破碎感。最絕的是雪地重傷戲的靴子特意做舊成左腳比右腳多3道裂痕，對應角色逃亡時左腿中箭的劇情。這種對細節的偏執與楊洋本人的投入形成互文。當他在青石板上拖着殘腿劃出血痕時，連群演都看紅了眼眶。制片人放狠話，他要靠這部戲把油膩標籤焊死在過去。雙引號，但轉型從來不是單行道。吳京為戰狼在特種部隊待了18個月，張震3年8極全訓練，最終轉化為一代宗師中一線天的狠力。這些案例證明，硬核武俠確實能重塑演員形象。可問題在於，這種自虐式路徑是否可持續？又是否所有流量演員都必須經歷這種肉身苦修才能獲得認可？更值得思考的是，當楊洋在零下10度的雪地中完成高難度威亞戲份時，同一時間的內娛正經歷着另一種變革。飆人風起大漠以8.06億元票房登頂中國影史武俠片冠軍，而推動這場逆襲的核心是吳京從3樓真跳下時肋骨磕在木樓梯上的那聲悶響。兩個畫面在時空交錯中形成對話，一邊是流量偶像試圖用身體撕掉標籤，一邊是功夫巨星用真實傷痛捍衛類型尊嚴。他們共同指向一個殘酷事實，在這個特效可以模擬一切的年代，觀眾依然願意為真實的疼痛買單。
雨霖鈴預計將於2026年5月上線，播出模式確定為央視8套黃金檔與優酷同步跟播。屆時，楊洋的黑衣展昭將迎來最終審判，是破繭成蝶的成功轉型，還是又一次話題大於實質的嘗試？你認為楊洋這次能靠雨霖鈴徹底擺脫演技爭議嗎？